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油井秀允先生所著的《用外表轻松提升运气的秘籍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，运气一定会流失；第二，那些财运旺盛、钱自然会流入的人，每天都会坚持做那个意想不到又超简单的小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，运气一定会流失。开始讲起吧。视频的第一部分将快速介绍运气不好的人常常会做的6个习惯。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可以思考自己有没有也在做哦。首先介绍第一个习惯，很少微笑，总是一副板着脸的样子。大家都知道笑口常开福自来这句说法吧？也就是说，笑口常开福自来的意思是在充满笑声的家庭里，自然而然会迎来幸福。本书的作者说，他至今已经面对过约13000人以上的人们，并从经验中发现一个共通点：那些烦恼严重的人，通常笑容很少，表情也很阴暗。相反，那些平时常带笑容，给周围人留下明亮印象的人，最终会吸引好运气。总是笑容满面的人，即使遇到烦恼，也能因为一个契机让运气发生变化，并迅速上升。另一方面，很难露出笑容的人，运气也很难上升，即使机会来临，也可能会被忽略。那么，为什么笑容会对运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？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思维习惯会直接反映在表情上。例如，总是低着头，嘴角向下，眉头紧皱的人，看起来并不像在想着开心的事情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会过度消极地看待事情，陷入烦恼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思维习惯直接体现在表情上，尤其是在经历从未遇到过的严峻情况时，更需要笑容，因为明亮的外表能为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活力。因此，越是困难的时候，越要刻意去笑。实际上，笑带来的积极效果，已经有许多科学研究得到证明。大声尽情的笑，相当于进行腹式呼吸，这样可以增加体内氧气供应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此外，紧张时交感神经占优势，容易导致自律神经紊乱，但笑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，帮助自律神经恢复平衡。更进一步，笑还会促使大脑分泌内啡肽，具有缓解疼痛的效果。内啡肽也被称为大脑内的麻醉剂，能让人真的感受不到疼痛。除此之外，笑还能活跃大脑，刺激海马体，从而实际提升记忆力。有人可能会疑问，如果真的很痛苦的时候强行笑，不是没有意义吗？但研究表明，即使是假笑，也是有效果的。德国的一项大学研究发现，仅仅做出假笑，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错觉，以为自己真的在笑，从而活跃多巴胺分泌。多巴胺是幸福激素的一种，所以即便是假笑，也能引发积极情绪。由此可见，笑对身心都有良好影响，这一点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科学验证。当然，如果能发自内心的笑，那当然最好。但人生并非总是如此，总会有辛苦的日子，也会有事情不如意的日子。即便如此，不忘保持良好笑容是非常重要的。要尽量避免让别人看到你眉头紧锁、愁眉苦脸。实现这一点的方法是每天进行笑容训练。每天早晨对着镜子，把嘴角上扬，眼角下垂，重新确认理想的笑容形态。这样做可以奇妙地提升心情，而且这种影响也会传递给周围的人，让整体运气向上提升。这正是笑口常开福自来的真实体现。希望大家每天至少在早晨起床时，对着镜子练习一次良好的笑容。这样笑容不仅能提升自己的心情，也会给周围人带来明亮的印象。然后，这种影响会循环回到你自己，让你的运气上升。这真的是非常推荐的方法。希望你能至少尝试一次。接下来介绍第2个习惯，对穿着的颜色毫不在意。想要提升运气的话，打理外表非常重要。
为什么仅仅通过服装这种外在改变就能提升运气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往往在第一印象中就对他人做出评价，而服装对第一印象有很大的影响。例如，当你开车经过路口，看到警察站在那里，即使没有违规行为，也会莫名感到紧张吧。再比如，在医院就诊时，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坐在那里，你会自然地认为这个人就是今天给我看诊的医生。由此可见，制服或整洁的服装对他人的心理有强烈的影响力。因此，如果想提升运气，就要注意根据场合穿着得体。如果在需要穿西装的场合穿着邋遢的 T 恤或短裤，别人自然会觉得这个人不可靠。反之，如果在需要正式场合穿西装得体，就能给别人留下积极的印象。这种打扮不仅会提升社交印象，也会带来各种运气的提升。除此之外，颜色也非常重要。例如，明亮的橙色让人联想到能量和行动力，能够提升运气；而警察制服常用的浅蓝色，则让人联想到冷静与可靠。医院白大褂的白色，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决断力高。每种颜色都有它的意义和力量。成功的人会理解颜色的效果，并根据目的巧妙运用不同颜色。例如，成功的商务人士会根据当天的工作和目标调整领带或小物件的颜色，进行整体搭配。当然，在私人生活中，也可以更自由地使用带颜色的服装。关键是根据氛围和场合，灵活运用服装与颜色的效果，从而稳步提升运气。接下来介绍第3个习惯：不修眉毛，让眉毛乱蓬蓬的放任不管。作者说，当有人来咨询人际关系或烦恼时，他一定会注意观察对方的眉毛，因为眉毛是显示人际运势的重要部位。例如，眉形自然呈弧形、眉毛整齐的人，通常社交能力强，言语表达巧妙，这类人适合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。相反，如果眉形参差不齐、眉毛长短混乱的人，情绪容易不稳定，说话也可能较直白，这类人更适合安静、需要动手的工作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人际关系中一定会出问题，因为眉毛的外观是可以轻松调整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修整眉毛，运势就会改变。为什么仅仅修眉毛就能提升运势呢？因为修眉会让个人外观发生显著变化。眉毛像发型一样，对初次见面的印象影响很大。眉毛整齐后，整体面部印象更好，尤其是笑容会更加自然。此外，养成修眉习惯的人，行为也会随之改变，因为有了别人会看自己的意识，动作会变得更加优雅和细致。接下来介绍第4个习惯：走路的姿势会降低运气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平时是怎样走路的？事实上，周围的人意外地会注意到你的走路姿态。例如，如果你肩膀下垂，低着头走路，运气就会不断下降，因为不良的姿势会给周围人留下缺乏自信和精力不足的印象。即使你内心充满期待与兴奋，如果低头蹒跚前行，也会给别人留下消极的印象。相反，即便心中有不安或烦恼，如果你有意识地挺直背脊，抬头前行，堂堂正正地走路，气场就会逐渐上升。这是因为这样的姿态会给周围人留下积极的印象。运气上升的走路方法有3个要点：挺直背脊，抬头，目光高远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肚脐下方的丹田处。走路时步幅略大于平时，丹田位于肚脐下方，是东方医学中身体重心的重要位置。只要注意这3个要点，走路姿势就会有明显改善，外表看起来更加自信，充满活力，周围的人也会自然感受到你的自信和干劲。此外，不仅仅是走路，通过扮演一个自信、顺利的自己，也会让实际的自信心增加，人生开始顺利运转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让运气站在自己这边，就要尝试像自己本来就是幸运的人一样行动，这正是提升运气的契机。接下来介绍第5个习惯：穿着破旧、
磨损严重的鞋子。作者认为，机运以及其他所有运气，本来是平等赋予每个人的。每个人天生都拥有在工作中成功、遇到好伴侣、获得幸福的人生运。然而，现实中很多人工作不顺，人际关系烦恼不断，生活往往不如意。有些人健康状况不佳，经济压力持续。那为什么明明人人平等，拥有运气，却会出现这种人生不平等呢？作者认为，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本来拥有的运气。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拥有运气，并努力让运气成为自己的助力。那些觉得自己没有运气、人生不幸的人，往往忽略了身边的运气，错失机会。那些抱怨没有机运的人，也可能只是因为忽略了日常中容易获取的机会而错失财富。提升机运的第一步，就是重视脚下，也就是说，要关注自己每天穿的鞋子。你的鞋子处于能招来机运的状态吗？先看看手头常穿的鞋子吧，有没有泥土或灰尘，是否得到妥善保养。保持自己喜欢的鞋子干净光亮，这是吸引机运的第一法则。无论是皮鞋还是运动鞋，如果鞋子脏了，首先要好好清洁。如果鞋子有大面积损伤，或者鞋跟磨损严重，就需要让鞋子退休，换成新的。也就是说，要换新鞋。当然，珍惜物品是好事，但对于鞋子来说，如果勉强穿旧鞋，反而会阻碍机运，可能会心痛。但最好感谢陪伴你的旧鞋，并尽早换上新鞋。另外，还要注意拖鞋是否整齐。回家或到别人家时，脱下的鞋子是否摆放整齐。整理鞋子是吸引机运的小技巧之一。在家里还要注意2点。为了保证机运通道畅通，脱下的鞋子不要乱放在玄关，乱放的鞋会阻碍机运流动，因此一定要放入鞋柜等指定位置。处理旧鞋，腾出空间。通过这样一点对鞋子的关注，就能不断为家里招来机运，让机运提升。只要稍微注意鞋子，机运其实很容易吸引过来。剩下的就是留意那些降临的金运，并善加利用。接下来介绍第6个习惯，养成了抖腿的习惯。抖腿在日语中有贫穷的人因寒冷而颤抖的意思，也有传说说抖腿会被穷神附身。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正在抖腿，会怎么想？可能会不自觉地产生不安感吧。抖腿会给眼前的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大大降低第一印象。运气会因人的习惯而上升或下降。这里的习惯包括日常行为、饮食、睡眠等生活习惯。例如，睡眠不足的人常常脸色憔悴，会给别人不好的印象，从而错失人际关系的机会。同样的，抖腿也会给别人留下不良印象，从而降低运气。而最大的问题是，抖腿的人往往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但只要意识到，就可以轻松断掉这个习惯。解决方法有2种。在人前见面之前，做胜利的加油姿势并深呼吸。与人交谈时，如果发现自己在抖腿，可以暂时起身去洗手间，然后在镜子前再做一次加油姿势。作者说，这种加油姿势是提升运气的身体动作之一。方法很简单，站起来，挺直背脊，2手握拳，奋力向上举起，想象整个身体随拳头向天伸展。为什么这个动作可以提升运气呢？因为通过大幅伸展身体，好的气流会进入体内，而抖腿则会带来不良气流。通过加油姿势引入正能量，气场平衡就会恢复。只要这样做，抖腿的次数就会大幅减少。此外，只要及时意识到并处理，也能显著改善周围人对你的印象。即便是没有抖腿的人，这个方法也有效。如果想提升机运，可以尝试每天在家做一次加油姿势，仅此一步，即使不抖腿的人，也能让成功者的运气流入心身，提高能量。实际上，研究显示，仅仅做加油姿势就能提升睾酮水平，可见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。
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，那些财运旺盛、钱自然会流入的人，每天都会坚持做那个意想不到又超简单的小习惯。我会介绍让机运爆发提升的习惯，大家一定要模仿尝试。首先，机运好、钱能自动积累的人做的超简单又意外的习惯，就是每天在一天结束时整理钱包。根据本书作者的观察，那些因为机运不好而来咨询金钱烦恼的人，他们的钱包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对钱包的使用马虎，或者对钱包的状态毫不在意。比如，钱包外观破旧却不在意，钱包里乱放收据和发票，钱包被各种积分卡和零钱塞得鼓鼓的。符合这些情况的人，因为不关注钱包的状态，就会被金运彻底忽视。钱包对钱来说，就像是家的概念。如果是一个舒适、让人安心休息的家，钱自然会愿意在里面停留，即使出去也会想回来。反之，如果是一个杂乱无章、乱七八糟的家，钱是不会想常住的，即便暂时回来，也会很快离开。这就是为什么钱包破旧会让金运流失的原因。而如果钱包干净整洁、分类有序，对钱来说就是一个舒适的家，自然会随时回来。也就是说，要提升金运，就必须有意识地为钱创造一个舒适放松的钱包空间。而实现这一点的重要习惯，就是每天在一天结束时整理钱包的内容，收据和发票当天就整理取出，保持钱包整洁有序。此外，钱包应放在包里携带，而不是放在裤兜里。特别是男性，如果把钱包放在后兜，钱包容易磨损，而且坐下时，钱就会被压在屁股下，对钱来说绝对不是舒适的状态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钱，会喜欢被压在屁股下吗？很显然不会。因此，钱包作为钱的家，基本原则就是要认真仔细地对待它。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分享中获得启发，注意自己的笑容、穿着、仪态，关注细节，整理钱包，并养成积极的身体与心理习惯。只要坚持这些简单的行动，你的运气和财富都会悄悄向你靠拢。记住，运气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是通过一点一滴的日常习惯慢慢积累的。希望你从现在开始，把这些方法运用到生活中，让好运和财富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
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